对萧长坤的小心思，叶晨自然了如指掌。他知道萧长坤不可能只满足于回到书画协会，肯定还会想着继续往上爬，一直到拿回之前常务副会长的位子，甚至成为会长。不过叶晨自然不会让他这么轻松，只要洪武不把裴会长的上升通道打开，萧长坤就不可能成为会长，而他有了之前的丑闻，也很难回到常务副会长的位子上。毕竟这中间还有其他几位副会长，有了黑历史的萧长坤不可能一个个把他们都挤掉，而叶晨想要的就是让萧长坤在书画协会的上升通道布满荆棘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让他在书画协会安分守己。2天之后的清晨，洪武亲自登门，当着叶晨一家人的面，主动开口道：“诸位，我来送叶大师去机场吧，正好路上还有点事情，也要跟叶大师交代一下。”萧初然原本还想送叶晨，但洪武非说路上还有事情要跟叶晨沟通，他只好无奈妥协，叮嘱叶晨道：“老公，你到了西北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放心吧，老婆，我这些天在山里可能经常没有信号，如果什么时候暂时联系不上我，你也不用担心，直接给我留言，我有信号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复你。”萧初然不知这是叶晨的小计策，非常理解的点头说道：“你忙你的，正事要紧。”叶晨点点头道：“那我就先走了。”随后一家人把叶晨送出家门，送上了洪武的车。洪武驾车离开汤臣一品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去机场，而是来到紫金山庄，将林婉儿也一并接上。林婉儿与叶晨坐在汽车的后排，待汽车启动之后，叶晨便问她：“林小姐，破清会那个航运公司这2天怎么样了？”林婉儿碍于洪武也在，知道破清会的事情不必隐瞒洪武，但自己的身份和背景还不能让洪武知道，于是便切换回了林小婉的身份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叶晨哥哥，新加坡那家航运公司在被收购之后，旗下的飞机最近一直在密集直飞欧洲的货运航线，我看几乎全是欧洲几个大城市之间点对点的干线货运，而且与他们合作的也都是比较知名的企业。今天还在承接 DHL 在法兰克福中转的部分航空快件，目前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。”叶晨点了点头道：“继续盯紧他们吧，或许正常运营就是个烟雾弹，等过几天没人关注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其他动作了。”林婉儿点头道：“叶晨哥哥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专门负责这件事情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“好。”叶晨道：“有什么线索也请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此时的金陵机场内，一架注册在法国的空客 A350 已经在这里停了2天。这架飞机是已经回美国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为叶晨安排的。飞机隶属于巴黎一家主营包机业务的通航公司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任何直接联系。在这架飞机抵达金陵的时候，陈泽楷就直接安排专人对这架飞机进行了系统性的检查，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和窃听装置，才申请了今天飞北欧的航线，而且机组人员也换成了叶家自己的，进一步确保安全。因为孙之栋已经做好安排，所以叶晨和林婉儿一起绕过了海关，直接从远机位登机。A350 是最大的双发客机，客舱面积极大，而这架飞机在改造之后，直接将2/3的机舱面积都做成了乘客的私密空间。在这里不仅有多间卧室，还有会议室、与会客厅，2人乘坐实在是绰绰有余。2人登机之后，便来到了位于飞机中段的会客厅位置。在这里落座之后，飞机便开始推出，起飞前往北欧。能够再次重返北欧，林婉儿显得格外兴奋。在保密级别极高的封闭机舱内，只剩下她和叶晨2人。于是叶晨便问她：“林小姐好像很期待去北欧？”“对。”林婉儿难掩激动对叶晨说：“不瞒公子，北欧是奴家近些年来最喜欢的地方。如果不是被吴飞燕发现，奴家甚至有计划在那里生活到2050年。”叶晨好奇地问他：“北欧哪里吸引林小姐？”林婉儿道：“北欧地广人稀，面积是金陵的50倍，
人口却只有金陵的一半。只要躲开奥苏城，基本上都不会有很多人，特别适合隐居，而且那里的自然环境很好，没有太多过度开发与发展的痕迹。说到这里，林婉儿又道：“对了，最重要的是那里气候太舒服了。虽然地处欧洲北部，但靠着大西洋的暖流，那里的温度比华夏北部要高得多。冬天最冷也就零下10度的样子，而夏天最高也才20多度，从来不会感觉到热，不像金陵，夏天最热的时候将近40度，像个大蒸笼。”叶晨笑着问她：“林小姐怕热？”“对。”林婉儿点点头，羞答答地说道：“奴家是滇南人士，气候四季如春，所以这么多年都不太习惯特别热的地方。但滇南尽是山地，住得久了也会觉得乏味。相对来说，北欧的地理环境会更多样一些，有山有海，有岛人又少。目前看，对奴家来说最宜居。”叶晨点点头，笑道：“等到了北欧，我就让海伦娜帮忙，由皇室出面在北欧买一个农场。你如果喜欢，可以随时过来。”对救过自己一命，又与自己分享了彼此最大秘密的林婉儿，叶晨可以说没有什么舍不得的，他想要什么，叶晨都会尽力满足。林婉儿也知道叶晨心疼自己，微微颔首，柔声说道：“那奴家就先谢谢公子了。待公子解决破亲会后，奴家就时常来北欧看看。”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奴家一直想养几头娟山牛，到时候也能如愿了。这种牛本来就产自欧洲，北欧的气候还是很适合的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想在北欧养几头牛，何须等到剿灭破亲会？你愿意养，又怕热，那我让海伦娜现在买了，你明年夏天来北欧避暑便是。”林婉儿整个人顿时期待无比地看着叶晨，问他：“若奴家明年夏天来北欧避暑，公子到时会来吗？”叶晨道：“农场里给我留个房间，我没事就去小住2日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 AI 模型落地之后，我来北欧的机会应该也会更频繁些。AI 模型不只是对付破亲会的秘密武器，也是长鹰汽车将来车机系统和智能驾驶的杀手锏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所以我有计划在北欧筹备一个基地，从万隆店抽调一些人手过来，暗中保护这个数据中心，以防万一，到时你来北欧也更安全一些。”